各位好，我们来解那个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好，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第2092题啊，它的题目是 Found all people with secret，找出所有的人知道秘密的。好，那它这边的题目它是一个难题这个我们先确认。那它的题目是先给一个整数 n 代表有 n 个人，那它的编号是从0到 n 减1这样就很方便。然后你会有一个从0开始的2D 的整数的阵列，这个叫做 meetings。这个 meetings 在 I 的一个资讯，这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它有3笔资讯，一个是 x， 一个是 y， 另外一个是 time。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是人 x 跟人 y 它有一个 meeting， 而且是在时间 time 的时间。一个人呢，他可以参加多次的会议在相同的时间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假设。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叫所谓的 first person first person 这是题目。一开始是 person 0，它有一个 secret 它有一个秘密，它会先跟所谓的 first person 去分享在时间0的时候所以你在容器，如果说你先建一个容器开始，当然就是先摆0跟first person， 然后这个机密呢就会透过每次的会议分享给别人。所以它这边我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说，每次的会议如果 person X 跟在时间 time 有一个 secret 的话，它就会分享给 person Y 反之亦然这个 secret 呢会一直分享只要这个人呢知道他这个秘密呢，他就会分享给在别的一个会议所以透过这样会议这个秘密它就会传播了 meeting 所以他要传回的是知道秘密的这些人。那你可以用任何的一个顺序所以解这个问题基本上有很多种解法。那基本上它这个应该是所谓的图论的问题。好，那图论无外乎就是点跟 edge vertex 跟 edge这样的一个设定。好，接下来我们看它这些相关的一些例子。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n 等于6所以它的 vertex 呢，它基本上当然就是6点所以它就是0到5。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它 meeting 的一个资讯meeting 的话，基本上它是所谓的一个weighted age 那这边当然它这个 age 是双向的，也就没有方向的，0、2、2、1它的 weight 的话是5这边的2、3之间我们可以这边大概画一下，比方说1、2，这边的 weight 是5，那2、3。
这边的 weight 是8，这边我们改一个颜色，好，再来是1、5，它的 weight 是10。那我们基本上它这个 weight 呢，当然就是它那个开会的时间所以它这个其实它跟那个时序是有关联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0先告诉，所以0到哪里？0、1。所以它的这个时序，我们要根据它的时序来填进，所以是0、1。好，再来，我们当然考虑是5，而不是走10这边所以，然后再来是8，再来是5，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可以大概可以解答那所以你这边有的资讯是有时间的，还有2个age 的2个 vertex。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题。第二个例题的话是n 等于4所以基本上这里当然就是0到3。好，那一样我们也可以如同刚刚的例子，将的 vertex 将它画出来 ，vertex 跟 age 然后来标示它的一个 weight， 它的 weight 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一个时间。好，所以像这边的话，我们看看，所以在时间0的时候，0跟3，好，在时间2的地方，时间2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跟它相连所以他们是不知道1跟2是不知道的所以这边它也说明在时间3的时候呢0、03这边有连所以它这边这个答案是013那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一下它大概我们透过我们程式所 run 出的一个结果这可能更清楚一点。好，根据我们的执行的情况这是从程式里面我们加上的它有输出的所以它基本上它可以照着时间的一个顺序去取得这些的它的 age 之间一个资讯。那这个怎么弄呢？这个其实基本上可以就采用所谓的用 minimum heap 的一个方式，该就可以达到自动一个排序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是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像这边的话，当然也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程式将它的过程将它解答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解答的。基本上我们的解答方式大概是类似Dijkstra 的一个最短路径的这样一个演算的一个机制当然也不是完全都是它原则上它当然是一个贪婪演算主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会采用一个 minimum heap 那它去找所谓的 local minimum， 那只要大家都是 local minimum， 那大概你就这个问题大家就解决了。那我们这边如果要对应那个最短路径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 distance 代表的就是你知道秘密的时间知道秘密的时间。好，那我们的步骤大概可以简单来讲，大概有4项第一个当然你就是先建立你的 adjacent list 这应该是蛮一般图论的一个问题，蛮标准的一个做法第二步呢，你当然就建立我们的 minimum heap
这里面你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是在 C++ 的话，我们当然是用 priority queue 好，那你的 order 当然就是采用所谓的 descending order 下降的。那我们这边是针对怎么样的 pair 呢？时间还有你的 person 我们把它这个顺序，请注意它的一个顺序好。然后我们有2个阵列或者2个 vector 一个是 known 就要储存的是这个person 他知道这个 secret 的一个时间那另外一个是 list 那就是代表我们要存放我们的传回去的答案然后这整个重点当然就是你要用主要一个重点当然你就是要用一个while回圈，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priority queue 基本上只要是你这个所谓的 priority queue 呢，它非空的情况呢你就去做一些考量基本上的步骤那当然是用广度优先搜寻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实作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的实作的第一个步骤当然是先建立我们的所谓的 adjacent lists 那我们这边当然 n 代表是你的总共 vertex 的个数，我们刚刚也讲过是从0到 n 减1那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 meetings 里面的一个元素基本上它有3笔资讯，有 x 有 y 还有 time， 那我们就去建立它这样的一个 age。那当然这个 age 的话它是无项的或者是讲双向的就 s 对应到 y 对应到 x，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时间的资讯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时间资讯要摆在前面。那因为我后面要排序，所以我们将这个时间的资讯摆在前面这个是我们先建立我们的 adjacent list 的步骤接下来我们来考虑我们的 BFS 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这边在建立2个vector 那基本上都是 int 的。那 known 就是它代表它什么时间会知道这个机密。list 呢是我们要传回去的答案。好，所以我们这边 priority queue 那这边我们就针对它的 order 是 descending 的所以呢这边必须采用 greater那我们的 PQ 基本上它这个就是 minimum heap 所以每一次呢那个最小的它会在 top 的地方所以一开始0跟 first person 先摆进来他知道这个机密的时间都是在0那我们然后透过我们的while回圈while loop， 只要是我们的 PQ 非空的话，我们都做下面的步骤好，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 PQ 它的在顶端的 top 的一个元素S 代表它的时间 X 代表这个 person， 那我们就将它 pop 出来只要是我们这个 known x 不等于 int max 的话因为我们初值是给 int max， 那就代表这个人他已经知道这个讯息所以我们的下面步骤当然就不要做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否则的话呢它是等于 int max 代表是它还没有在这个 list 里面，所以我们就将它 push 进来然后同时也设定known 在 x 的时间是为 s
啊，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所谓的临接的这些点啊，就我们到它的adjacent list 去看啊，那一样是有 T 跟 Y 的资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它的 adjacent vertex 啊，比方说 Y， 如果 Y 它是不等于 int max 啊，代表它已经知道了，或者是说T 呢，它比我们这边的 S 还要小，代表说这个会议呢，它开得太早，所以它也没办法透过这样的一个会面知道这样一个 secret 啊。那然后我们再讲，如果这两个事情都不成立的话，代表它在这次会议它会知道这个机密，所以我们就将这样一个 pair TS 呢，将它 push 到我们的 PQ 里面，啊，所以整个程式其实撰写上并不会很复杂，啊，它而且相当标准，然后在33行最后的地方再将这个 list 呢，这样再将它 return 回去。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实作的一个情形。好，我们看到我们在 LeetCode 实作的情况啊，所以在这22行地方，我们这个有 x 等于-1这个部分，这个其实可以拿掉啊，这个只是在我们这个程式也不是一次就写对啊，所以经过一些出错，所以这个部分你拿掉。好，然后我们再让它执行一次。好，基本上这3个 case 也都正确了。好，然后我们再 submit 看看它的一个成效。我们将这个 submission 的情况拉过来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结果蛮好的因为我们呢经过一个小小的修正它其实它的时间就更快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在23行地方这边有一个就是可以展示我们的它整个在这个 while loop 当中的一个过程有我们的 BFX 它的整个过程。好，那我们也让它执行一次。好，这边拉高一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在简报的地方我们有显示出来。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